2025年结束了，你挣的钱比2024年是更多了，还是更少了？可以在评论区聊一下。反正国家的总账是算出来了，那就是挣得更多了。如果再细化一下总结，那就是经济顶住了，工资增长了。如果有什么值得注意的，那就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了，房价也还没稳定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国家发布的这份2025年年终成绩单，看看它和你的实际感受到底有多接近。首先来看核心指标，那就是经济增长率。毫无疑问，保住5%增长这个硬指标，我们算是圆满完成了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40万亿1879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了5%。单看这个增长速度，能和我们掰掰手腕的，也就印度、越南这些新兴经济体了。但是论经济体量，我们5%的增长成色显然更足一点。毕竟在140万亿的量级基数上，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。但是从增长的节奏来看，上半年我们的表现明显比下半年更强劲。4个季度的 GDP 同比增速分别是5.4%、5.2%、4.8%以及4.5%，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。为什么上半年能一路高歌猛进呢？在微笑看来，主要有3大原因。第一，就是抢出口提前发力了。董王当选之后，关税战其实已经明牌了，外贸企业抢出口直接拉动了1季度的经济增长。其次是我们的外贸企业自身的韧性，那是真的足。即便关税战持续了小1年，我国2025年的出口规模依旧达到了26.9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6.1%。而这中间将近有70%是由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共同贡献出来的。而要取得这样的成绩，不少企业都不得不在成本和利润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。有数据显示，2025年浙江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被压缩到了仅有3.2%，相比2021年同期下降了1.8个百分点。所以今年 GDP 这5%的增长，真的是靠出口拉起来的吗？并不完全是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、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52%、15.3%以及32.7%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仅占30%左右，而拉动 GDP 增长的最大头其实是消费贡献率接近50%。没错，内需才是经济真正的压舱石，而内需能够被充分激活，国家补贴政策功不可没。而这正是我们今年经济能够保住5%增速的核心秘诀。要知道，这一轮国家补贴是从2024年9月份开始实施的。2025年，特别是上半年的时候，国家补贴正处在资金最充足、刺激效果最集中的时期，直接被带火的是汽车、家电、数码这些大众消费品。尤其是汽车行业，在国家补贴加上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的双重助力之下，实现了生产和销售都非常红火。2025年，我们国家汽车的产和销分别是3453.1万辆和3440万辆，同比分别增长了10.4%和9.4%。更直观的是，2025年末，我国每100户家庭家用汽车的拥有量已经达到52.9辆，意味着平均每2户家庭就有1户拥有汽车。那除了政策刺激，消费能够持续旺盛，还有一个核心前提，那就是居民手里真的有钱。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377元，折合每月是3615元，比上年名义增长5.0%。扣除价格因素之后，实际增长也达到了5.0%，与经济的增速完美同步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平均不够有参考性，那还有中位数的数据，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36231块，折合每个月是3020元，名义增长也达到了4.4%，同样保持稳定的增长。不仅收入增加了，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提升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恩格尔系数，也就是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。2025年这一数值降到了29.3%，比上年下降了0.5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我们花在吃饱穿暖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少了，有更多的财力用于旅游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娱等改善性的消费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65亿，同比增长了12.3%，餐饮收入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。
增长了8.7%，而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也提升到了46.8%。那咱们再聊聊大家伙儿都关心的就业问题。互联网上热议的中年失业话题，在官方的统计数据里并没有得到集中的体现。2025年，我国整体的调查失业率是5.2%，低于5.5%的预期目标。统计部门明确表示，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，其中城镇30岁到5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平均值仅有4.0%，比全国失业率的整体水平还低1.2个百分点。中年群体的就业率反而是最稳定的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官方的失业率数据和我们实际感受到的不太一样？这就要说到统计口径的问题了。我们国家的调查失业率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：在调查的那一周里没有工作，最近主动去找过工作，并且能够立即上岗，这样才算失业。而就业的认定标准则相对宽松一些，只要在调查的那一周内为了获取报酬而工作过1小时及以上，那么你就会被算作就业人口。说白了，哪怕你只是做兼职，比如送外卖、打零工，都属于就业的范畴。这也是我国就业人口占比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是另外一个数据可能就和大家的实际感受比较吻合了，那就是加班时间。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.6小时，如果按照双休计算的话，那就是每天需要工作9.72个小时，比8小时的工作制多出1小时40分钟左右。这个加班时长符不符合你的感受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。说完了成绩单上的亮点，那接下来这些问题就必须警惕，甚至需要我们做好长期应对准备了。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挑战，那就是大家真的不生孩子了。2025年年末，全国的人口总数是14.489亿人，比上年末减少了339万人，人口负增长的幅度进一步扩大。其中出生的人口是792万人，死亡的人口是1131万人，生少于死的格局已经形成。792万的出生人口也创下了历史的新低。要知道，2019年我国的出生人口还有1400万，短短5年时间里面直接腰斩。其实自2022年我国的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之后，各地就陆续开始出台一系列的鼓励生育政策，包括认可非婚生子女的权益，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，以及推行结婚登记、跨省通办和发放育儿补贴等等。但是从最终的效果来看，要让人口止跌回稳依然道阻且长。其次就是人口的断崖式下跌，已经开始深度影响房地产的市场预期。2025年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是82788亿元，比上年下降了17.2%。房地产的新开工面积是58770万平方米，下降了20.4%。住宅的销售面积下滑了9.2%，销售额也缩水了13%。销售额的跌幅比销售面积还要大，这说明房价还在继续往下走。再看房地产的开发景气指数，除了去年3月份出现过短暂的小阳春之外，从2022年到2025年市场整体表现低迷，12月仅为91.45。那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房地产深度调整不仅拖累了投资端，还对建材行业、家居装修等上下游产业链产生了连锁传导压力。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进程也受到影响，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。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2025年，在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，外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，内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，再加上人口压力日益凸显的复杂局面下，能够实现5%的经济增长确实非常不容易。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2026年轻我们的挑战只会更加复杂、更加严峻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，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依然需要一些时间。国家补贴政策推坡之后，如何在不依赖政策刺激的情况下，就能够持续的激发内需的潜力？在关税战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，如何保持出口的稳定？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又一道难题。但是中国人最不怕的可能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市场预计2026年咱们国家的 GDP 实际增长目标预计会定在4.5%到5%这个范围。大家觉得能不能实现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另外，如果给2025年打个分，百分制的话，你能给多少分？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